朋友们，关于接纳呢，我们总是能听见一些教导，比如要和自己和解，要遇见更好的自己，要接纳愚蠢的自己，接纳不堪的自己，接纳失败的自己等等。可是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能做到自己和自己和解，你还能遇见另一个自己，难道你自己听起来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你的内在可以同时有两个你，那么不用怀疑，你肯定是个疯子。如果两个你还嫌不够，还要去接纳很多贴着各种各样负面标签的其他的自己，那么到时候就有无数个你在你的内在一起玩耍，这是不是听起来更加疯狂？相信我，不管你最后折腾出来多少个你，但是一直以来，那个真正的你可能并没有出现过，而这些标签化的你、定义下的你，其实都只是一群小我、一群习惯，并且它们之间还会不断的争斗，因为每一个不同的小我都有它自己的对立面，这就注定了你的内在永远也不会得到安宁。接纳它们的存在只会让你更加的痛苦，更加的疯狂，更加的无意识。那现在我们就先忘记这些把你引向疯狂的说法，我来说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接纳，大家随缘取之。首先，我们要明白，接纳并不是要你接纳你在社会习惯之下所定义出来的那些名称、那些标签、那些认知、幻想，而是要让你拥抱此刻当下，看到和允许在表象之下，在思维认知之外的真实的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在说，你在任何的情境之下都要保持如如不动，都要提起那一念觉知，因为只有如此，你才可以去观，才可以去看见到底在表象之下正在发生着什么。当你看见了真相以后，你才会知道你真正要接纳的是什么。所以，定力和保持对当下发生的觉知力，这就是一切修行的基石。你没有定力，就会失去意识，失去了意识，你就不再是你，就变成了认知和习惯驱动下的躯壳。那又谈什么内在，谈什么内观，谈什么接纳呢？因为接纳的前提，就是得首先让那个真正的你出现，而这个你必须要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之后才可以出现。可是你平时嘴里说着，脑袋里想着的接纳，其实它只是让你的小我聚会当中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而已，让你的头脑里又多了一个新的认知、新的评判、新的习惯而已。这依然还是你头脑的思维把戏。发现问题所在了吗？这种接纳并没有让你的自由意识临在，并没有让你回归当下，真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真正让你受苦的那个起心动念，你在情境之中的自动化思维反应模式，这些你真正的业力功课，并没有被你透过他们在三维世界里的名相而被观察到，观察不到，转化就不会发生，觉悟之门就不会打开。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吗？接纳不是逆来顺受，不是说你无能了，你就要接纳你的无能，你委屈了，你就要接纳你的委屈，以及一系列例如焦虑症、抑郁症等等的标签，这些通通都不是你要接纳的东西。如果你所接纳的都是这些在社会习惯之下的认知、定义和标签，那么你这就不是在寻求解脱，也不是在离苦得乐，相反，你正在创造出新的痛苦。那问题来了，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接纳呢？我们所说的接纳呢，是要你允许你一个个的执念引发了你的一次次苦厄烦恼，是让你接纳和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件事，允许你一个个的执念引发了你的一次次苦厄烦恼，允许你的这些起心动念的发生，允许你的业力功课随时降临，这就是真正的接纳。真正的接纳不发生，
慈悲之心不会降临，内观和实修也不可能会展开。而接下来的观，就是要让你通过这些三维世界中的名相工具，也就是通过对各种各样的具体情绪的名字，然后再去抽丝剥茧、顺藤摸瓜，找到和看见正在创造出你现在所有痛苦感受的那个念，那个会反复出现的执念，它们就是你的业力，这就是你的修行。而真正阻碍你觉醒和提升的，其实就是你在不断地以为你自己有着各种各样的在社会认知之下的问题，而你一直以来的接纳或者不接纳，其实都还是在围绕着这些思维层面的评判和定义之下的问题而展开的。我们不是要去接纳和对抗我们的思维，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去超越它们。听到这里呢，可能还是会有人不太理解，不知道在生活中面对一些重大的打击和困境的时候，具体该怎样做。所以我再举一个在生活中比较极端的例子吧。比如有一对夫妇呢，人到中年后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孩子，结果呢，孩子却患有先天的疾病，这就让得本就家境一般的家庭呢雪上加霜。面对这样的情况，该如何接纳呢？处在这样的境遇里的时候呢，我们大多数人收到的信息就是真不容易，真难，你怎么这么苦，对吧？好，当我们听到大部分这种评价和言辞的时候，绝大部分人的心情呢会被拉着往下坠。在这个下坠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委屈、痛苦、抱怨，甚至有的是逃离，乃至有个别的人还会生出那种特别恶的念头。有这些想法和情绪的人，内在是没有力量的。当内心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负能量去面对眼前的境遇，所以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能从这个境遇里面摆脱，最后导致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讲到这里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幸福的？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幸福，是因为他有一副姣好的身材，还有一张美丽的脸庞，他有一份特别好的工作，他有一个特别爱他的爱人，他生活在一个特别好的家庭，对不对？就是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幸福，是因为他拥有了一些东西，所以你认为他幸福是理所应当的。而事实上，一个真正幸福的人，在他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在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感到很幸福。所以宇宙要给他更好的东西来匹配他的幸福感。那些不停抱怨的人，就算有了这些东西，他会不会改变？会不会不抱怨了？不会。所以大家记住，一个幸福的人不是拥有了什么他才幸福，而是在没有拥有之前他就幸福。因为在没有拥有之前他就幸福，所以他值得拥有外在的那些东西。一个不幸的人，不是因为他失去了某个东西他才不幸，而是他在拥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不幸。因为他不幸福，所以外在那些东西反而会离他而去。幸福是一种内在的能力，幸福是心里面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叫幸福感。也就是说，不是给了你什么东西你才幸福，而是当你幸福起来以后，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因为它要匹配你。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很多人呢这时候会认为是孩子的降临让这个家庭变得苦难，变得不幸，但事实上这都与孩子无关。还是那句话，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偶然。不要再继续想说当初如果不怎样，孩子就不会这样，当初如果生的时候好好检查一下，我就不会生等等，这些理由都不复存在，因为你所谓的当时的那个理由早已设定，
所以，当你彻底的明白并认领孩子跟你之间一定会发生的缘分，你的抗拒、不接受、不允许就慢慢的会消失。当你真真正正的以意识临在于此刻当下，真正能接纳认领的那一刻，别人在说你不容易，说你好难的时候，你就会微微一笑，因为你心里知道这个难和不容易都是自己选择的。至于为什么选择，因为有要了的缘，有要完成的业力功课，所以你内在能升起力量，外在能消散所谓的那种评论和评价。当我们的心越来越饱满的时候，当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强的时候，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分别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困境于心而言当即消失。所以让我们痛苦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个事的不接受。再举个例子，有一对双胞胎姐妹，两个人呢都是模特职业，然后姐姐呢一直都没有快乐过，原因是她的脸上有一个胎记。妹妹跟她完全一样，也长了一个胎记。姐姐呢每次都要化很重的妆，想要掩盖住这个她认为丑陋的胎记，而妹妹呢却根本不为此而烦恼，大大方方地展示自己。于是同样的长相，同样有一个胎记，但妹妹的职业发展呢就是要比姐姐好很多。然后姐姐不服气，说为什么你就比我的发展好那么多呢？你脸上也有胎记呀，凭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选择你呢？妹妹跟她说，姐姐，我并没有把胎记当作障碍啊，他就是跟我注定要有这段缘，为什么要抗拒他呢？所以，如果没有妹妹说出这样一番话，姐姐是不是这辈子都会认为是胎记干扰了自己的人生？所以，如果大家认为是因为有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条件，让我们很难过，让我们很伤心，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只要有跟我们条件一样的，就都会很难过、很伤心。但事实上，有的人就不难过，有的人就不伤心，对不对？所以根本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让我们伤心，让我们难过。外在不论发生什么都是合理的，真正让我们伤心难过的，是我们的不接受、不允许、不认可。事实上，当我们通过关照自己的情绪、念头、行为、身体，去通过内观自己与外界发生的这一系列反应，来让自己提起觉知，回到当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执着于头脑里的某种念头而去抗拒任何你不喜欢的发生，你的内心也不会再随着外在的变化而变化，你也不会再依赖时时变化的外在世界来获得幸福感，你只会认真体验和感受这个外在世界，而不去执着于任何东西。你还会看到，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或者他人正在完成专属于他们自己的业力功课，正在经历他们觉醒之前所必须要经历的，而你对此没有任何的评判，你只是允许此刻当下的这一切的发生。没错，这就是真正的接纳。当你接纳的是此刻正在发生的实相时，那么你便是安住在当下了，你的此刻就会是平静和安宁的。所以记住，你真正要接纳的东西发生在你的思维之外。当你可以在每一次业力功课开始的时候，立刻觉察到真相，看到真实的发生，放下头脑，放下评判，放下定义，然后去接纳这个发生，允许这个发生，感恩这个发生，那么你当下的痛苦就会立刻消散。这就是离苦得乐的终极法门，也是你最终要去参透的关于生死真相的终极法门。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